这一刻，似乎是前辈在为训狗做出最大的牺牲。主人刚刚把牵引绳递给他，但杜宾犬却突然扭过头，给了一个致命的咬手。那力道之重，让前辈猛退了好几步。他立即反应过来，推开狗子，用力拉高牵引绳，试图保持距离。主人见状，急忙上前道歉，并询问前辈是否受伤。然而，前辈只是尴尬地摇了摇头，然后一瘸一拐地朝着车边走去。这条杜宾犬曾经多次进行类似的突然行动。有时候，男主人好端端地牵住它散步，而狗子却毫无指照地扑向路边，又或者在一瞬间还乖巧地趴在地上，下一秒突然怒吼起来。似乎对于这只狗来说，只要有人靠近它和主人的一米范围，就进入了它的警戒范围。这种无法预测的攻击不仅让路人惊吓不已，就连男主人也被迫压抑，每次外出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，生怕一不留神狗子就会扑上去。除此之外，这只狗在与家人相处时，也会突然变得异常兴奋，无法控制自己，开始咬人。虽然它展现出了许多问题，但在它8个月大的时候，男主人还是送它去了训练中心，希望它能有所改变。然而，男主人有一天偶然路过训练中心，竟然发现自己爱犬的脖子上戴住电击器，而周围没有训练师，也没有玩具，其他狗的脖子上也没有类似的装置，只有这只孤零零的杜宾站在院子里。这种训练方式完全超出了男主人所能接受的范围。虽然工作人员再三保证没有虐待宠物，不会造成伤害，但男主人仍然毅然决然地将狗子接回了家。从那时起，所有的问题也开始出现。一开始，狗狗产生了严重的分离焦虑。每当男主人出门上班时，它会在院子里狂叫，仿佛回忆起被送到训练所的日子。接着，在玩耍过程中，它会突然改变态度，莫名其妙地向主人发动攻击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男主人首先搬到了市中心以外的郊区，避免狗叫打扰到邻居，也为了给狗狗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。然后，他还委托了2位专家每天上门训练。然而，5个月过去了，情况并没有改善。曾经训练过这只狗的所有人都提到了一个共同问题：与普通杜宾犬相比，它力量更强，精力更旺盛。直截了当地说，无法被训练。但即使收到了这样的反馈，男主人并没有选择放弃，而是抱住最后的希望，联系了节目组。节目组派出2位主持人上门，想亲眼目睹这只狗在家里遇到陌生人时的反应。刚一进门，狗子就摆出向前猛扑的姿态，开始狂叫。即使在主人的命令下短暂安静下来，但过了一会儿，当3人坐在地上聊天时，他趁着大家放松警惕的时刻，突然冲出去咬人。看到这一幕，2位徒弟要求男主人将狗拴到柱子上，并摘掉嘴套，想看看他到底能表现到什么程度。这只狗没有让他们失望，嘴套一拿掉，他们发动了突袭。为了进一步观察狗子的行为模式，前辈让男主人暂时回避，然后拿出小零食扔到他面前。然而，狗子根本不看零食，只是紧紧盯住2个人。于是，他们拿出这只狗最喜欢玩的网球。这次狗狗的目光被引开了1秒钟，但紧接着又迅速锁定在2个人身上，并继续狂吠。整个过程持续了近10分钟，他1秒都没有停下，嘴边甚至吐出了白沫，嗓子明显变得嘶哑，但仍然没有放下对这2个陌生人的警惕。室内观察差不多得出了结论。在室内观察后，前辈决定将狗子带到院子里进行进一步观察。当男主人转身离开时，杜宾立刻弯下身子，采取防备姿势，视线紧紧锁定在前辈身上，似乎比对其他人更加警惕。为了确切了解情况，前辈让男主人给狗子戴上嘴套，并接过了那条较短的牵引绳。起初一切都很平静，但当男主人退了几步后，这只狗突然扭头发动攻击。前辈成功地牵制了第1次进攻，但他毫不犹豫，第2次撞了上去，被金属嘴套挡住了片刻。前辈赶紧把狗子推开，男主人正准备上前帮忙，前辈却摆手拒绝了。原来，这只狗在撞到前辈后，神奇地变得安静，没有大声叫喊，也没有再次发动攻击。它只是趴在原地，但依然紧紧盯住离开的方向，面朝住男主人。训犬师观察到狗狗的反应后，明白了其中的原因，但他的脸色变得沈重。他解释道：“
这只杜宾可能在训练中受到了严格的控制，每次伤害到人时，脖子上的电击环就会被触发，否则它的反应应该是持续的咬人，而不是停下来并展示害怕的表情。考虑到狗狗可能有心理创伤，并且经历了多次训练，训犬师立刻重新制定了方案。他决定以客人的身份上门拜访男主人。到达男主人家时，训犬师没有立即进入房间，而是在玄关处开始攀谈，给狗狗足够的时间来熟悉它的存在。当狗狗逐渐放下戒备后，训犬师要求男主人与他配合。首先，训犬师离开房子，然后再重新敲门进入。这一步的目的是让狗狗意识到，对于即将进入的陌生人，它的主人拥有绝对的支配权。狗狗不需要感到警惕或害怕，因为主人会与它站在一起。当狗狗友好地打过招呼后，训犬师侧身靠在墙边，即使狗狗试图扑上来，训犬师也完全没有感到害怕。等到狗狗稍微冷静下来后，男主人示意训犬师进入房间。然而，当训犬师刚准备脱鞋进入房间时，这只杜宾带住主人向前走了过去。考虑到之前发生过突然袭击的情况，男主人和远程观看的徒弟们都为训犬师捏了一把冷汗。但令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，这只狗并没有咬人，而是轻松地靠近了训犬师。于是，两人和一只狗站在门口聊天。在短短的几分钟内，这只杜宾仿佛变了个人。它不仅没有乱咬乱叫，还把头凑到训犬师手边，示意他摸摸自己。看到这一幕，男主人忍不住落下了眼泪。原来问题并不在于爱犬太顽固，而是没有遇到正确的人。训犬师轻轻地摸了几下，狗狗很快就放松下来，趴在地上。当他觉得时机差不多时，训犬师让男主人邀请他进入客厅。这一次，狗子立刻凑了过来，用脑袋蹭了蹭训犬师的手臂。之后，无论训犬师走到哪里，狗狗都会跟在他的后面，仿佛把他当成了朋友。当两人站在厨房聊天时，狗狗甚至靠在训犬师脚边躺下，压在他的脚上。这是一种极度信任的表现，也说明这只杜宾需要的不仅仅是训练，而是朋友。训犬师告诉男主人，他所需要的只是能够与他建立亲近关系的人类。当他意识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那些训练师一样对待他时，他自然而然的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警惕心了。这条狗需要知道的是，人类能够给他的不仅仅是强制和压迫，还有关心和爱护，甚至能够容忍他的错误。当狗狗完全放下戒备心时，训犬师牵住它走出了门。他们的背影透露出一种活泼的气息，每走几步，狗狗还要凑到训犬师身边亲近一下。当散步行程进行到一半时，训犬师让前辈拿出零食出来，在狗狗面前放在距离它几十米外的地上。经过几次重复之后，当前辈捏住零食站在墙边时，狗狗竟然主动靠近并吃下了。一行三人在路上行走，狗子看起来特别兴奋，连步伐都轻快了许多。直到散步结束回家，他再也没有叫过一声，也没有再做出任何攻击性的举动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完成这个节目的内容后，我对这位训犬师的佩服更加深了。一开始看到杜宾攻击人的片段时，我第一反应是训犬师会如何压制他，但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只狗根本不需要被压制，它本身就是一只很乖的狗狗。先前对人类怀有那么大敌意的原因，很可能是在训练所经历了可怕的回忆。从他对男徒弟叫得更凶，而对女徒弟却不怎么在意的行为，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点。当节目里的主人谈到这段经历时，语气中都带着些许哽咽。本来希望狗狗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更快地融入人类社会，但没想到却起到了反作用，让它产生了心理阴影。当这只狗凑到训犬师身边寻求安慰时，与之前张牙舞爪、咆哮的模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这完全是一场心理博弈，没有任何武力因素。当训犬课程结束时，男主人领住狗狗出门散步，即使周围都是人，他也没有做出任何攻击的举动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